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Mail。现实生活中，除了圣经和希腊神话，我们往往也能在许多地方看到另外一股神话力量，默默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。其中包含了童话当中常出现的矮人和精灵，影视、动漫、游戏，甚至星期几的名称由来，都能看到这股神话力量的影子。今天我就要用9分钟带你快速浏览这神话界的迷因，明明应该很边缘，但不知为何爆红的古老传说——北欧神话。本列车开往重生，沿途停靠创世、众神、诸神黄昏。Jason Mail 祝你旅途愉快。起初，世界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，有一道名叫金伦加的鸿沟画出一条界限。鸿沟北侧是冰天雪地的雾国尼夫海姆，鸿沟南侧则是酷热的火焰国穆斯佩海姆，由一位拿着火焰之剑的巨人舒尔特守护着。在冰与火的相互作用下，诞生出最初的生命巨人尤米尔以及母牛欧德姆拉。母牛分泌的乳汁形成4条河流，供尤米尔食用。有一天，尤米尔沉睡时，汗从腋下滴了下来，诞生出智慧巨人密米尔与女巨人贝斯特拉。同时，母牛不断舔食着寒冰上的盐粒和白霜，舔着舔着，从冰块中舔出了阿萨神族的始祖布利。随后，布利生下包尔之后，与巨人尤米尔展开一场大战。布利战败身亡。后来，布利之子包尔与女巨人贝斯特拉生下混血神族3兄弟奥丁、威利和菲。神族3兄弟为了报祖父被杀之仇，于是联手杀了他们的外公尤米尔。尤米尔的鲜血不止血流成河，还造成洪水泛滥，淹没了所有巨人家族。还好尤米尔的孙子贝格尔米尔与妻子搭乘石臼小船逃过一劫，在后来的约顿海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，建立了巨人国。从此巨人族与神族永远为敌，势不两立。洪灾平息后，神族3兄弟开始着手用尤米尔的尸体来创造世界。首先，他们先把尤米尔的身体放在金伦加鸿沟上当作大地，用尤米尔的血做成海洋与河川，毛发做成草木，骨骼做成山脉与岩石，头盖骨则盖在大地上方作为圆顶天空，脑水做成云朵，最后再从火焰国穆斯佩海姆取来火花，洒向天空形成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这时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苍蝇下蛋，尤米尔的肉体开始腐烂而长蛆，这些蛆后来都成了2种侏儒。背光的蛆变成狡猾但善于制作各种宝物的黑侏儒或者黑精灵，住在史瓦尔德艾尔福海姆。相光的蛆则变为个性温和且貌美的白侏儒或白精灵，住在艾尔福海姆，守护着大自然的花草树木。有了这些好用的工具人，奥丁免不了要好好利用一番，就命令名叫东西南北的4位侏儒，分别在东西南北4个角落支撑着头盖骨形成的圆顶天空。就这万物大致底定之后，神族3兄弟看着广大的中原地区米德加尔德空在那边有点可惜，于是开始有了造人的念头。他们先用尤米尔的睫毛做成栅栏，围住这块地。We will build a great wall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. 然后分别利用海边的橙树和榆树漂流木削成男人和女人的形状，并赋予他们生命力。于是世界上第一对人类男女阿斯克尔和埃姆布拉就此诞生，人类开始繁衍后代，遍布米德加尔德。同时，诸神在大地中央最精华的地段规划了一块天龙特区，并称之为阿斯加特。特区内的基础建设全都由黄金白银打造，作为神族的居住地。诸神拐骗巨人新建高墙之后，要进入阿斯加特，就只能经过由海姆达尔看守的彩虹桥比弗洛斯特。在诸神创造的万物当中，有一棵贯穿宇宙的巨大橙树，宇宙树尤克特拉希尔，树梢直达天际，树根分叉为3支，分别深入天龙国阿斯加特的沃尔达之泉、巨人国约顿海姆的密米尔之泉，以及雾国尼弗海姆的赫尔盖尔米尔之泉。相传巨人国约顿海姆的密米尔之泉孕育着智慧与知识，由之前应该已经被淹死的智慧巨人密米尔看守。神族3兄弟当中的奥丁为了喝上一口智慧泉水，而果断答应密米尔的刁难，挖下一只眼睛丢进水里。从此奥丁失去一只眼睛，却成为智慧超群的神。后来密米尔则因为钦佩奥丁的胆识而臣服于奥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华纳海姆这块土地上开始出现了华纳神族这个族群，形成一方势力，与以奥丁为首的阿萨神族互别苗头。双方爆发了一场旷日费时的战争，两败俱伤。最终双方决定交换人质以结束僵局。阿萨神族宗主海尼尔和应该已经被淹死的智慧巨人密米尔，换来华纳神族的首领尼奥德以及尼奥德的一对儿女弗雷与弗雷亚。从此双方和好，齐心对抗巨人族。
就在局势大致底定之后，居住在阿斯加特的天龙人们选定了12位董事会成员作为主神，其中还纳入华纳神族的3位人质，以及巨人族身份的洛基，试图营造出一股多元与包容的氛围。殊不知其余人马全都是奥丁的亲戚，不是正二代就是知己或二代的配偶，很明显都是靠关系入榜的。在此我们挑出3位戏份最重的主神来重点说明。奥丁，前面提到，奥丁除了利用尤米尔的身体创造出宇宙万物与人类，也喝过密米尔之泉的泉水而成为智慧超群的神，顺理成章地成为诸神的主宰。然而，由于他自私与好战的个性，时常做出偏袒不公正的举动，搞得大家鸡犬不宁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基本上就跟一般职场上会遇到的老板没什么两样。此外，就和希腊神话里的宙斯一样，奥丁也是个精力充沛的时间管理大师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到处散播优良的神族基因。索尔，相较于奥丁人设的富有争议性，索尔更像是一个正直有担当的领导人。除了多次勇敢参与各种冒险，灵机应变度过种种难关，偶尔也能运用一些小聪明来扭转局势，可说是一位十分政治正确的完人。也因此，索尔在大家心中的地位甚至优于奥丁。洛基，就和希腊神话里的反骨男神普罗米修斯一样，洛基可说是北欧神话里不可或缺的反骨角色。流着巨人族血液的洛基，因缘际会之下与奥丁结拜为兄弟，才能以巨人族的身份入选12主神。某种程度上也是靠关系来着的。洛基与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生下巨狼芬里尔、巨蛇约尔孟甘德，以及冥界女王海尔，也曾变身母马生下一匹8只脚的马斯雷普尼尔，成为奥丁的代步工具。至于为什么巨人会生出狼、蛇、马等等的动物，这内容啊，我们以后会专门做时间给大家来讲。反骨的洛基虽然做过不少惹人厌的坏事，却也曾帮助诸神度过不少难关。然而自从洛基用计杀死奥丁之子光明之神巴德尔之后，他在诸神间的立场就急速恶化，被诸神逮捕捆绑在岩石上，直到末日之战诸神黄昏。同时，洛基的长子巨狼芬里尔在阿斯加特逐渐成长茁壮，威胁到诸神的安危，于是诸神也找来魔法锁链把他绑在岩石上。战神提尔为此而被芬里尔咬去右手。世界就在这样稳定的状态下维持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有一天，光明之神巴德尔被洛基用计害死后，太阳、月亮遭到野狼吞噬，世界失去光明，同时迎来连续3个漫长的冬天。世界开始爆发战争，人类变得自私、麻木不仁、骨肉相残。大地和山脉因为地震而崩裂开来，所有法术和诅咒的束缚一瞬间都消失了。断开魂结，断开锁链，断开一切的牵连。被囚的洛基与巨狼芬里尔重获自由，率领着巨人族以及地狱的幽灵来到阿斯加特。看守彩虹桥的海姆达尔发现不妙，立马吹起号角，诸神全副武装应战。带头的奥丁身先士卒，与芬里尔激烈交战后遭到吞噬。奥丁的儿子维达趁机补刀，撕裂芬里尔的嘴巴，替父亲报仇。索尔则与巨蛇约尔孟甘德厮杀，打败了巨蛇之后，自己却也身中剧毒身亡。彩虹桥守护神海姆达尔与洛基则在激战中双双阵亡。提尔以独臂挑战冥界看门狗加尔姆，同归于尽。就在众人混战不休之际，火焰国穆斯佩海姆的守护者舒尔特将手中的火焰之剑扔下，大地化为一片火海，焚烧殆尽，沉入海底，世界彻底毁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沉入海底的大地又浮了上来，草木欣欣向荣，充满生机。奥丁之子维达与瓦利，以及索尔之子曼尼与摩迪，索性逃过一劫，一同重建阿斯加特。由于太阳在被野狼吞噬前生下一个女儿，继承了母亲的位置。同时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光明之神巴德尔与弟弟霍德尔从冥界归来，世界再次恢复光明。至于人类，则有一对男女利弗和利弗斯拉希尔，在诸神黄昏时躲进赫特密密尔森林里，靠着露水为生而躲过一劫，成为新世界的人类始祖，开启世界的新篇章。有别于其他神话，北欧神话的神个个有血有肉，不但会死亡，还无力扭转命运的安排，最终集体互相伤害而死。同时，世界也将走向灭亡。看似可悲，却很精准地传达出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。你问我什么叫死亡？我如此的回答：怎样才算是活着？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能活得精彩。